我们常常说股海、国海，正是因为行情总是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出现，有时候浪一卷，海滩上散户们的钱就通通掉进水里了。但总会有几个冲浪客想站上浪尖，找出跟海共存的方法。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只要你懂海，海就会帮你。如果你还像个晕船仔一样，只能随波逐流，跟库拉皮卡一样在船上待了好几年，还不知道要怎么下船，那你千万不能关掉这部影片。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之前有分享过很多新手都忽略了建立投资观念，观念的重要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很多人都想跳过学习观念这步骤，直接去学什么厉害的技术，这时候就会发现曾经学过的东西好像不怎么好用，有时准有时候不准，或是就根本没用，觉得是人家在骗你学费。我跟你说，我认为很多时候不是你学的东西不堪用，只是因为你不会用。试着想想，为什么同样的招式给别人运用就能耍得虎虎生风，换你用怎么就是稳稳的赔？你可以把观念想成是武功的内功心法，专业知识、技术就是武功的招式。没学好心法就直接使出招式，那叫做什么？花拳绣腿嘛。那你打出来的东西不用想打赢对手啦，不要打到自己就不错了啦。所以在没有正确观念的基础下，任何招式基本上都无法得心应手，不管你什么招，号称多厉害都一样。尤其当遇到各种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盘势时，也容易不知道如何应变，因为你学的各种技术、招式或指标背后的逻辑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有些是互相冲突，根本不应该放一起使用。就好像你把水跟油装在同一个容器里，再怎么使劲摇也无法让水跟油融合。这两个元素本身就是互相排斥，那我就问，干嘛硬生生的要把它们结合？过去我做了很多部影片，都是在帮大家培养正确观念。如果你还没看过，可以先按下订阅，再来慢慢复习频道里的其他影片。关于技术操作的招式，我也会在未来的影片继续为各位解说，所以记得按下订阅跟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在各种招式里面，波浪理论就是为了征服股海而量身打造出的一招，也是我在做波段交易的时候，可以让我轻松找出喷发段的助力之一。股海就像跟大海一样，潮汐变化会跟着月亮阴晴圆缺而有大潮小潮，高潮迭起。股海的价格波动会随着投资人的心情上下波动，有注意到吗？很多散户会赔钱，是因为他们都是反过来的，心情跟着市场价格上上下下，但其实真正掌控市场的是你们，是因为你们的进出场而让价格产生变动。你们会发现，一旦看事情的视角转换了，行为也会跟着转换，会开始用逻辑推理去思考。如果你是散户投资人，看到现在的盘是会做什么动作，而这个动作又会怎么影响接下来的价格走向？一旦你开始这样思考，恭喜你已经踏出了赚钱的第一步。进出场不再是因为被恐慌或贪婪的情绪左右，而是你看懂了其他人的恐慌跟贪婪，然后去预测市场的走向。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整个金融市场看似复杂，其实背后在推动的逻辑都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跟系统化操作模组，接着只要按图施工，股价就会跟着我们想的方向跑。各位要知道，这不叫做预测未来，这是筹码堆叠的固定模组。筹码堆叠有一定的规律存在，所以大部分的盘势都可以透过见往而知未来。艾略特波浪理论在1930年代提出，就是艾略特长期研究到穷指数的历史数据之后，发现市场价格的波动呈现出一种可辨识的模式，然后他又把这些模式分类成不同种的波浪，进而形成一种理论架构来预测市场行为。也就是说，他就像那个当初发现潮汐变化跟月相有关联的人，一下盯着海浪，一下看看月亮，突然之间发现一切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投资人有救了，只要照着波浪理论走就不会错了。但事情有这么简单吗？明明他书也出了，市面上教波浪理论的也一把抓，为什么韭菜们还是抵挡不了被市场高歌离席的命运呢？这就要讲到波浪理论最为人诟病的一点。你想想哦，这是艾略特经过长期观察跟归纳总结之后得出的理论。这就像是有人问你1+1，你就抢着回答2，式子没写完，波浪没走完之前，你要贸然回答很容易就是答错。这个理论似乎更多是用来事后验证，而不是用来事前操作的。我自己也不会只用波浪理论，当然还会搭配其他技术分析来交叉验证。现在还根据波段操作逻辑打造出了超直觉波段看盘软体，有 SOP， 有工具，
每次都是按图施工，出手从来不需要胆战心惊。所以说招式这东西很玄的。想象你在综合格斗的擂台上，当你只是很粗浅的学很多招，就容易在对打时不知道今天该用哪招，自己被搞混。但如果你只精进其中一招，又很容易把缺点暴露出来而被压制住。例如你很会打拳击，但如果被摔跤选手用关节技封住，那也一样会被扣。招式跟招式之间，哪些是真正好用又适合你的？什么情况要用什么招？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跟经验的累积。而我在经历多年实战之后，打造出的高存活率、高盈亏比的波段操作策略，已经让无数的订阅学员在股市里稳定获利好几年。如果你对于股票倍数波段投资模式跟期货数百点波段的操作逻辑感兴趣的话，可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与小帮手联络取得免费资讯。艾略特波浪理论的核心由8个波浪组成，分别是5个推动波 impulse waves 和3个调整波 corrective waves。这8个波浪描绘了市场价格的完整循环，其中推动波带动主要的市场趋势，而调整波则修正或回调该趋势。波浪1作为起始波，它的上升通常不太明显，这时候市场还是普遍看跌，成交量也相对较低。波浪2是对波浪1的回档，但不会跌破波浪1的低点，此时市场情绪依然谨慎，成交量低于波浪1。波浪3通常伴随着大成交量，价格强势上扬，往往超过波浪1的高点，是推动波中最长的波浪，也是在教科书上的进场点。波浪4的走势比较平缓，通常以横盘或回档为主，底部价格不会跌破波浪1的高点，回档幅度通常也低于波浪3。波浪5就是常常被称为最邪恶的第5波，也就是割最多韭菜的一波，这是推动趋势的最后一波，市场情绪达到高峰，价格可能出现过度炒作，然后突然反转，开始一泻千里。随着5个推动波完成后，市场进入修正阶段，波浪 A 表示下跌的开始，这是牛市中的调整，但并非合适的买进时机。许多投资者认为在波浪 B 是低点进场，导致价格短暂反弹，但反弹幅度通常不超过波浪5的高点。随着波浪 B 的假反弹结束，波浪 C 带来更明显的跌幅，通常与波浪 A 的幅度相当，甚至更大。这一波代表整个调整的完成。但我们实际看过 K 线图就会知道， K 线图的走势通常都乱七八糟，不会像教科书里的示意这么完美。所以波浪理论有所谓的3条铁律，唯有符合这3条铁律，才符合波浪理论。1. 波浪2的低点不会跌破波浪1的低点。2. 波浪3通常是驱动波中最长的一浪。3. 波浪4的低点不会与波浪1的高点重叠。进入调整波的空头市场3铁律则是： 1. 波浪 B 的回升不会超过波浪 A 的高点。2. 波浪 C 的跌幅通常较大且时间较长。3. 波浪 C 反弹的最高点不会重叠波浪 A 的最低点。我们可以把波浪理论想象成一次登山的体验，一开始在爬的时候都还是步道，不会太陡峭，但也还是要一阶一阶往上。你跟朋友们心情轻松，但是不确定整个登山的行程要多久，所以也不敢冲太快，处于观望阶段，也就是波浪1。接下来你们遇到了一个平地，甚至可能是小小的下坡，让你们可以在这边稍微休息跟调整一下步调。想当然的，这个平地的高度跟登山口不会一样，这边就是波浪2。休息过后，你们突然遇到超级陡峭、接近90度的山壁，这就是波浪3。你们刚休息过，这时候体力还算充足，而且攀登山壁可不能像是走步道一样慢慢散步，必须尽快通过。虽然辛苦，但你们还是顺利完成了攀登，在上面的平台气喘吁吁。而攀登完之后，你们达到了高度，也快速上升，距离登顶就只剩最后1里路了。接下来又是一段相对平缓，让你们可以短暂休息的路，也就是波浪4。然后又开始遇到上坡，虽然没有波浪3那段这么陡峭，但你们一边看到登顶的希望，一边又累得要死，就这么拖着脚步，低着头走啊走，一不注意就撞到了象征着登顶的山顶标识牌。好不容易登顶了，你们拍了几张纪念照。这时候为了赶在太阳下山之前离开山区，你们也匆匆往下山的路奔去。但有爬过山的人都知道，所谓下山也不会真的都是下坡，有时候一路向下反而会在山里迷路，所以这中间也会遇到一小段看似在向上的路，也就是波浪比，但基本上都维持着下降的趋势，直到你们回到平地，完成这次登山之旅。除了主要理论以外，波浪理论还有所谓的延伸坡。如果价量波动很多，
就会产生出延伸波。延伸波只会出现一次，通常是在主声段的第3波，表现形式是会在那一段产生很多小波浪，但这些小波浪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波，最后还是会照着波浪理论去走完5个波。当波浪5存在很长的延伸波，这时候通常市场已经大涨很长一段时间，人人喊涨，吸引更多韭菜进场，但随后通常会引来强烈的反转，把之前涨幅吃掉，前面涨多凶，后面的 ABC 波就杀多凶，这段大涨幅就被称为邪恶的第5波。如果成功参与涨幅，可能有很大的利润，但行情随时都会转头，不一定能及时脱身。总结来说，艾略特波浪理论更像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它更像是在解释市场规律，而非创造出预判市场的工具。但透过波浪理论，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现在市场处在什么趋势或者阶段里，再搭配上筹码变化、形态学分析，基本上就很够你玩了。如果你还没有遇到擅长玩波段的学习对象，可以在这部片描述里的第1个连结向小帮手报名我的波段教学优惠活动。我每个礼拜都会开学员专属的线上教学，手把手陪你看盘，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有问题都可以发问，当场厘清。每周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累积实战经验，陪伴你学习成长，让你有方向跟满满的安全感，就像在旅程里开启导航，不用担心在复杂的讯号跟盘面里迷路。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